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前立委李胜峰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资深的两岸媒体人徐和谦先生，钱子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2026的环太平洋军演今天登场了。这个总共有31国参与的一个环太平洋军演，据说是史上规模最大。美军的罗斯福号已经抵达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新闻标题特别写到多艘曾经台海，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军舰啊也赴环太。曾经台海的意思是曾经通过台湾海峡的各国军舰也齐聚一堂哦。我们看到包括 TVBS 的报道说，罗斯福号上面停泊了多架的超级大黄蜂战机，还有咆哮者电战机在飞行甲板上。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军演，在这个美国的指挥官的一个致辞之下他说，让大家看看我们美国的军队呀，没有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我们的兵力跟往年一样的雄壮，一样的威武。很不幸的，我们今年台湾还是没有被邀请，因为去年的时候有国会议员讲今年我们可以参加，可是并没有那另外我们看到美日强化第一岛链的防御中国大陆发声了，他批评，他说这是新军国主义。包括我们来这个检视一下今年的这个上半年，1月底在北海道举行的北风26演习，2月底到3月之间的铁拳26军演那6月20号坚定之龙演习我们都可以看到，包括主轴反夺岛、反舰、反登陆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演习，针对性非常的明显针对中国大陆，针对俄罗斯。关岛不再安全了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中国的东风26飞弹说是因为它的武力越来越强，所以使得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把战争储备转移到澳洲腹地。这个我记得1-2个礼拜之前我们就报道过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第一岛链失守了吗？另外呢，美国的海军被迫将黄蜂级的2栖攻击舰改装成轻型的航空母舰。它的这个针对性也非常的强说是因为解放军在距离海岸线2000到3000公里的范围之内进行忠诚对抗，所以他们要做这样的改装变成轻型的航空母舰。那它上头可以搭载16到20架的 F-35B 战斗机外形酷似轻型航空母舰，这是美国五角大厦它新的一个战术叫做闪电航空母舰，更轻巧，更有机动性。那另外呢，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战争的耗损虽然他嘴上不承认，可是的确是有的，所以他现在征用邮轮，民间的商用邮轮，要增强印太的运补能量。而来看看中国大陆解放军，他们也没有在怕他也摆出这个态势，包括先进的航空母舰福建号在军事演习期间穿越了台湾海峡，日期是6月23号。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也公布了这个讯息。另外，这个卫星图大家来看看，地点是在中国大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有一个飞弹的试射场空中就可以看到像这样子有一个类似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舰体，就作为一个来演习的一个假想敌那彭博社的报道是说，这个舰体在6月就已经出现了那它不是普通的一个舰艇它是美国主力水面作战舰艇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看到对岸在做那样子的一个准备跟模拟。央视 CCTV 最近公开了东风17的发射全程。我们看到东风17最明显的短板是射程作为一款中近程高超音速的武器，它打击范围主要是在第一岛链这个地方。那另外东风27解决了射程短板，打击范围是在第2岛链你看到东西2大强权他们的态势此刻是这样的。来，先请教李胜峰老师。是这个环太演习已经蛮久了，开始的时候是针对俄罗斯针对了当时的苏联，那苏联解职了之后呢，还是继续的玩下去。这个呢，我们来看看它的象征意义
大于它的实质意义啊。这30国你把它拆开，名叫环太啊，事实上在太平洋的国家，真正环太的并不多啊。在亚洲来看呢，大概就日本、韩国、澳洲、菲律宾、新加坡，然后呢，在另外一个部分呢，就中南美的秘鲁啊，还哪一个就大概就这样子，其他都是远从欧洲来的盟友。那这30个合在一起要做什么事呢？这一次岛很精彩，要炸2艘船，两艘美国淘汰的船，一艘呢是驱逐舰，一艘呢是2栖攻击舰啊，这炸给你看不过大家总要玩一下，我看法就是实质意义啦。各位想一想，真的有一天中美发生战争，美国真的能动员这30个国家组成联合舰队去跟中国干一场吗？我想这是很现实的，所以看看啦，就是美国总是要秀秀肌肉，告诉盟邦说我是不错的。不过这一次他也有一件事情做的是蛮不错，在我的看法里，他把这个指挥权舰队这一次的指挥权是交给韩国一个韩国少将，这个岛少有啊，这个岛少有，这个美国愿意这样做，我给予高度肯定啊，至少他承认了东方人还是有能力可以来指挥大兵团的作战。那其他各位就把它当做一个新闻看看就算了。倒是有几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在这个整个日本的这个演习，这个才是一个我们要关注的焦点。因为演习总是有假想目标嘛，是，我想李将军应该会很清楚，没有假想目标的。那演习的假想目标这一次是针对冲绳被占领要夺岛，那这个很严重了。这很严重，到现在为止，我所看的资料，跟我到现在我所阅读过的资料，我从来没有看过中国大陆在台海也罢，在东海也罢，发生战争的时候，有一种要登陆日本本土的这一种战争规划。那私下的规划我们不晓得，至少我现在能读得到、看得到的这样，我好像都没有看过。那没有看过的时候，你假设是以这个什么冲绳夺岛的防卫战，那么这个等等，你在暗示的什么呢？这个东西是蛮严肃的问题。假如他今天的演习项目是台海冲突、美日的介入这个可能的几率可能还有，可是敢不敢？不敢，因为这个呢，东海的这个台海问题，然后美日介入这一个来作为演习标的的话，那的这个我看就会很精彩了。所以事实上，我还是老话一句，日本必须重新思考它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尤其当美国逐渐要撤出，然后中国大陆在第一岛链已经拥有绝对的实力，更重要的还拥有了战略主动权的时候，日本要思考怎么在亚洲扮演什么角色，跟中国怎么来相处。这个时候，日本所有想到要跟中国对抗的任何的思维，将来我认为他要付出的代价是够高的，是够大的。这个是日本一定要面对好好思考的。那至于呢，美国现在呢，把这个2栖攻击舰变成轻型航母，这个也不是新鲜消息。日本的加贺号它就是有2栖登陆攻击舰，然后呢加上了这个垂直起降的战斗机是 F-35成为轻型的航母。那也别忘了，中国大陆也把076加上了电子弹射了。那这电子弹射除了重型的这一个无人机可以起飞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歼35也应该列为可以起飞。所以在这个部分，好像老中的步伐走得比老共老中的步伐走得比这个老美还快了一点是。那至于把邮轮改装成为美军的这个什么这个补给的话，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信息是他拿来只做补充呢，或者要做暂时的补给船。这个邮轮是最没有防卫力的火药库是它完全没有防卫力。对，邮轮讲个难听一点呢，就是一个油库加个引擎让它走而已。所以邮轮台湾早在30年前，我们就可以做10几万吨的大邮轮了。所以邮轮大概是所有的造船技术里面呢算最低的，因为它只要把这个原油载到就是了。所以这个时候去把它改装作为它的补充的作为，在我的看法里，
是不是适当我不晓得，尤其在战争里，那绝对是一个怎么样子，一个充足的一个火药库啊。所以我想这个才是这个里面我们看一看呢，值得大家来思考的地方。是，来，请问将军。这个环太军演啊，就是一场大败败了哈。你看整个这种从指挥阶层，我们看出来，这个指挥官是由谁来担任？由这个太平洋司令部的副司令来担任指挥官哦。那副司令是谁呢？一个是日本我们还可以想象，另外一个副指挥官是智利。智利有海军吗？我实在是很怀疑哈。那海上指挥官是这个由南韩指挥官，空军指挥官是加拿大哈。你就看得出来是临时，只是为了政治这个分配来讲的话，把大家凑在一起。你知道海军如果说海军打仗的话，我觉得就像是以这个球类比赛，其实它蛮像足球比赛哈。所以军种球里面，海军打的是足球哈，我们陆军打的是橄榄球，讲究是这个勇猛顽强、冲锋陷阵。空军打的什么是篮球哈，讲究个人的比赛。那我们就以篮球来比赛，这是环太军演。我们刚好现在在世足赛哈，你想想看，如果我现在主持一支球队里面哈，这个明星球员我把梅西拉上来，可是守门员是我们台湾派的，那你想想看，这种球队能够跟不要说跟去年第1名的阿根廷比了哈，就跟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到德国啦哈，或者是法国这些队比赛的话，那虽然说你有一个明星球员，你怎么去跟这种素质很平均的强队来比赛？环太军演就有一点像这样嘛，你凑了31个国家哈，等于大家拼凑在一起，那里面不错，有海权的强国，比如说美国哈，那现在日本海权也蛮强的，这个韩国也大概是2流3流了哈。可是你其他几个国家是第几流的，包括到我们讲的智利、纽西兰哈，大概只有菲律宾。3板船过去参演，新加坡，那是不是有点像是你的守门员？你前面前锋是很强的这种世界明星级的，可是你的这种守门员是这个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大型比赛的人担任球门员。那你想想这场仗你打得赢吗？我觉得最后就是流于一场大败败。那我想我可以预告哈，最后一个镜头一定是美国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啊排在中间，那其他各国的这个驱逐舰站在两边哈，然后上面一架这个美军的飞机从上面飞过去，大家摆一个大摆拍，仅此而已哈。政治宣传，还会把那个沙场炸掉了，大概仅此而已。那我们讲这是东风26，我觉得东风27哈，这就很有意思了。其实东风17哈叫做什么？叫做航母杀手。我们但是因为它是水漂式的设计方法，钱学森弹道，你根本没办法拦截，它的终端速度有到10马赫以上，你拦截不到。但是它就是射程大概就是1500公里，第一岛链之内，大概所有的舰艇都在它的打击的范围之内。那另外一种导弹叫东风26哈，东风26号称关岛快递，它的射程就可以到4-5千公里。现在把东风26加东风17哈改成叫东风27，也就是它既具有水漂式的钱学森弹道，你没办法拦截，然后它的射程又可以达到4-5千公里。这很明显的是针对关岛来的。那如果说要给它取个外号的话，我觉得就是关岛地区的航母杀手了哈。这很明显，因为它就融合2种弹道飞弹的这种优势来做这种发展中目标哈，既可以打击关岛地区的海军舰艇，又可以射程又可以做水漂式的设计。其实对美军来讲的话，第2岛链很难生存。那我们现在看到哈，这个美军来讲，他也很清楚。在第2岛链之内，它的水面舰艇很难跟中国做匹敌对抗，所以它必须要发展什么？发展潜舰作战。他想要利用潜舰这个来优势，来跟中国来做一个这个水面我对抗不了你，我水下譬如说我在潜舰维吉尼亚级有这相对的攻击潜舰，有这相对掩蔽良好，可以来这里做对抗。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来讲，在这个第1岛链甚至于已经到第3岛链，他为什么一直叫澳洲这个你原来跟你合作要做的 AUKUS 潜舰来讲，美国说那我现在不帮你做了，那我用什么方式呢？因为我赶不及了，中国发展速度太快了，所以我现在用卖给你的中古舰这个原来本来要替它生产新的，要到2035年第1艘才能够成军嘛。那现在到2035年，解放军的这种不晓得第4艘还是第5艘的这种航母都已经成军了。然后我们看到解放军在潜舰方面除了现在这个094、095之外，也可能096也即将入列，也即将这个
见到不能说成军了，最起码这个样子可能也已经出来，目前也已经透露一些这个端倪。那在这种状况下，那美国觉得来不及了，那最好的方法就叫澳洲拉进来。那澳洲拉进来，我帮你做潜舰，到2035年根本就缓不济急，所以最好方法就是卖给你二手的潜舰，维吉尼亚级用二手潜舰卖给你。那从这方面也凸显出来，解放军发展速度太快哈，这个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真的是应付的不过来。是，来请教何谦。是这个每2年一次，刚刚2位也讲到啊，这个环太军演，那每2年一次都有这主题啊。那我就看了一下，今年的主题呢叫做 Partners， 但伙伴，然后副标题其实它的重点就是说叫做整合与准备 ，Integrated and Prepared。那这个整合到底是什么整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概有几层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跨国战力的整合。这一次的这个军演，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它是以这个美国，当然美国是这个总指挥，美国是核心，然后呢4个打前锋的，刚刚这个将军也说的比喻啊，大概就是日本、韩国加上澳大利亚跟加拿大，日韩澳加，然后加上美国，形成这整个演习金字塔的核心。然后在这金字塔下面呢，还有几家，比如说印尼，比如说马来西亚，比如说菲律宾，那他们都派出了各自的比较先进的护卫舰跟巡逻舰来参加一个比较核心的科目，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这个演习的海上演习的一个套餐，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科目啊，但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参与所有的科目。比如说有一些敏感的科目，比如说这个防空反导、两栖作战、反潜，这就属于剑指中国大陆的最高敏感的科目。那美国是没有开放所有人参与的。但是关于一些比较低敏感的，像这个人道主义救援啊、扫雷啊、反海盗啊，那它的这个参与范围就比较大。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它从这个演习的角色的设定啊，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现在所谓的印太战略。但它最近把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又改回了。把印太又改成太平洋司令部，但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说美国呢可能往后退半步，但是他鼓励他所有的前线的小伙伴，日本、韩国，然后到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等，你们往前站一步，然后形成一个对于中国大陆也好，对于朝鲜或俄罗斯也好的一个加重的这个威慑态势。那第二个，刚刚盛峰副主席也讲到啊，就是说他这一次破天荒的让韩国的海军少将啊金仁浩将军呢来担任海上力量这个指挥官。那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也蛮妙的，因为大家也知道韩国的现任总统是李在明嘛。那李在明他作为一个左翼出身的总统，他其实是不希望跟前任的尹锡悦一样，完全跟美日绑定，然后去抗中抗俄。他希望走的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南北逢源，他跟北边的金正恩也维持可控的关系，但是呢，也没有放弃以韩美同盟为基石的整个韩国的战略，同时要跟中国大陆搞好经济的关系，并且防止大陆过度的偏袒北韩。这是李在明他作为一个文人总统想要去掌握的一个平衡性的一个外交或国家战略。但是与此同时呢，那当然我们知道日本现在是这个高市早苗执政嘛，高市早苗当然是一面倒的跟着美国的战略走都没有问题。那美国这个时候把韩国拔起来当这个你来指挥这个30个国家派出的40多艘水上舰艇跟5艘潜舰，最风光的职位让你当，其实也是对韩国的一种战略绑定。他也告诉韩国的政府在说，你不要以为这个你跟感觉四面逢源啊，然后这个八方有风，你就可以这个脱离美国战略轨道掌控。一旦有事发生，对不起，现在众目睽睽都看着你怎么做。而且我现在把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海上军队总指挥的桂冠交给你，那在真的战时的时候，那你的军人，那包括这次这个刚刚讲到整合啊，除了跨国的军力整合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人跟无人战力的整合。这一次也是这一次的这个环太军演今年比较新的项目。然后再来就是包括大范围的空天情报链跟信息链还有指挥链的整合，那也都是在这一次的个训练范畴之中啊。所以这一次其实也是倒逼了所有的伙伴国家，你从日常的这个情报链跟信息链开始，你就要跟美军的系统绑定了。没错，你不要以为在战争的时候，你还有独立的自行其事的能力。是川普向美国国会提出了2.8兆的追加预算，主要是呢，他打伊朗这件事情烧掉了9000亿哦，所以他打算要追加预算，那就看美国国会能不能够买他的单。而另外共和党呢，现在闹了内讧，川普跟参议员呐，一句来一句去，为了美伊战争吵翻，而且互相讥笑对方说你是 loser， 你是鲁蛇，你是失败者哦。所以你看到像这样子，美国国内有很多的政治上面的纷扰，其实某种程度呢，让川普的声望不断的往下掉。伊朗的议长就讲了，他说这一次的这个 MOU 啊签订了哦，代表什么？是我们抵抗的成果，代表美国战败了哦，所以才会有这个备忘录嘛，才会有这个 MOU 的签订，否则我们早就被美国给拿下来了。而另外北约呢，北约现在
夹着尾巴去跟美国示好吗？我们来看看这一场会面，这是吕特秘书长，他自备道具，奉承川普他说：“哎呀，我们在这个任内这个他在任内的时候呢，国防开支有依照你川普的指示大幅的升高增加很多你看他手上有这样子的一个图，就像我们在念图卡一样他说这是川普亿万美元图表，我们欧洲、加拿大的国防支出都有增加，而且总额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了。那川普买不买单呢？我们现在看吕特还说了一件事，他说你在打伊朗的时候，我们北约有挺你我们有帮你他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举错了他对方不买单。他说意大利他放飞了500架的美国军机我们意大利，我们北约的成员国有把他的空军基地借给你可是意大利的国防部部长他就这个打脸他了，他说没有我们意大利支援行动跟史诗怒火行动毫无关联，我们政府只是授权技术跟后勤性跟非作战性的活动所以吕特他有一点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那川普其实还在生气他余怒未消，他怒批这些北约盟友说：“我们美国只是要忠诚，你都没有忠诚。我对意大利失望，我对英国失望，我对大家都失望。西班牙是噩梦我们不需要北约成员国的钱，我要的是忠诚。你们对我不忠诚。”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内部我刚刚讲的民意啦，各个民调方方面面都有一些崩解的一个状况。那川普在做什么？他上任到现在已经有20位的高阶将领被清洗了。最新的消息是美国陆军欧菲司令突然被下台所以其实非常强的强度的一个将领的更迭也很奇特。那五角大厦呢？现在说我要向洛马还有雷神协议增产萨德跟战俘，因为耗损太大了在美伊战争中消耗大量的美军库存，所以川普正扩大军武跟弹药生产。这是白宫第2次召集主要美国国防企业高层的举办的一个会议，包括钱啦、授权啦、合约啦，都在谈判的相关的议程当中。那另外我们看到洛克希德公司最新消息是推出低成本的高超音速滑翔飞弹。说是长这样那他4月的时候呢，已经宣布计划放弃未来采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远程高超音速的滑翔体所以这个可能在军事上面呢，有很多的 mega。来请教盛峰老师。美国经过这一次美伊战争之后，他一定会充分的检讨他从波湾战争以来认为领导世界的整个的作战体系跟武器设备，因为波湾战争让他打的实在是太狂了，那全世界都吓一跳哇，战争有人这样的打法的，对吧？那所以那时候他认为他是神，但是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发现，他所有的武器设施、所有的武器性能、武器种类点点，他都需要进行深刻的讨论这是所以有关这一些今后的转变，应该还可以长时间去做一个观察。那第二个呢，这个有特的人就是那个卡西迪这个卡西迪他已经没什么输的了，因为他这一次提名就是被川普恶搞下来的，所以他已经不能选了。那不能选，他已经没什么输了，他得罪川普，得罪川普，他真的有一天要违纪，或者是这个呢，在美国是没有违纪的。我是以独立的人的身份，或者呢，我呢加入民主党那不管他用哪一个身份，都是要跟川普对干的嘛。所以这一次呢，在议会给你的对干，只不过把一个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比较穿西装打领带的炒给你看而已。那至于川普是他自己必须要明白，他已经在世界的不是信用，他已经在世界展现他是一个没落的国家的总统了。我们举个例子，在这一次 G7 的会议里面，他跟2个女生吵架嘛。第一个是高市早苗，虽然到现在为止没有正式的公开承认，但是西方的媒体，包括日本的媒体，都认为，因为川普要去贺锦丽要去提那个珍珠港，他上次提珍珠港已经让高市早苗那个脸垮得很难看，但是又不能反击，回到日本被骂死了，所以这一次他必须要反击。这是一个他的铁粉呢，
这些里面最铁粉的就是高市早苗，他也跟他吵起来，然后呢，在佩洛尼也跟他吵起来，但是好死不死，那怎么可以跟女生讲这种话？说他还求着跟我照相，求着跟我照相，我操，这女生不跟你翻脸了吗？那才奇怪了。别忘了，他是总理，他要代表国家的尊严，也不容许你这样说。她是一个女性，代表一个女性的特质，她也不容许你这样说。所以不管于私于公，你这样说都是不恰当的。可他真的这样做了，可是做了之后，人家是当场枪他的，没有忍气，没有吞声。整个的意大利的表现既不忍气也不吞声，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看清楚了，你美国是一个没有办法再说一是一的国家了。波湾战争里面，你展现了 A 就是 A，B 就是 B，E 就是什么？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当然，你衰哦，见不过谁才贵。所以他现在是某种程度的被很多人看衰了。为了这个看衰，也为了解决这一次的战争，所以他既然干了一件事，所有对政治有情的人都同意我这个分析。就参议院的投票里面有4票，美国的参议员呢，倒戈，没有人认为是倒戈。他认为是你安排的，为什么？因为这一过了以后，他安心了。他跟 A 来讲，我不是不打他，国会叫我不要打，有借口了，有借口了啊！谢谢，国会谢谢，你既然这个时候给我通过，不能打嘛啊，他而且还怕通过不了，所以还叫4个人倒戈，以策安全。我看当他走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再来看看李特，那就真的是衰到极点。这个你所以从当时他在当总理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就是乔家。他乔家大院出身的，乔家大院，对，他处理什么事，你就是乔来乔去，不过他也在国内乔得蛮好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这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今天很清楚，他的这一个秘书长是谁给的？是美国给的。他得罪了所有别的国家无所谓，就是不能得罪的叫美国，所以他必须要极尽笼络的来怎么样子。哇，那个恶心，我们都看到上次还把他叫爸爸呢。他上次穿着爸爸，他都开了这条口了。现在呢是什么？是只不过拿一张支票告诉你说，你看，这个我们的贡献多少钱给了川普了，这个等等啊，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西方政客也好，包含日本这些新的政，都已经跟过去我们年轻的时代所认识的那一种西方的政治家的成熟度、稳健度啊，我们已经很少看到。至少在70年代、60年代，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看到的世界各国的领袖，你不管是雷根，哪怕是一个演员出身，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总统，是吧？铁娘子，英国的首相，一个小小的大英，在衰败的时候，仍然可以去。在这个怎样呢？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所以包括日本的首相也是一样啊。你不管是这个佐藤荣作也好，这么等等，他都是像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政治家。那现在换来了高市啦，甚至换来可能要追高市的这个小钱啦，这些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幼稚的政客，包含美国在内，去上G7当然也被川普看不起。为什么看不起？因为你们每一个都在风雨当中，你说马克龙稳定吗？对吧？英国首相回去以后就准备走人了，德国也不稳定。这你们几个最大的这一个国家是一个不稳定的家伙，所以我呢为什么要看得起你？所以很好玩，两边互相看不起，就是今天的欧美社会，大家互相都看不起，谁也不觉得谁比较高尚。打仗我们都讲打仗要打后勤嘛。其实后勤有4大要项，第一个补给，第2个保修，第3个这种医疗这个卫生这个医疗。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运输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很明显的，现在很讽刺的就是吕特讲这种话，因为他又特别讲这个意大利，你知道吗？在作战期间，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欧洲很多国家是关闭领空的，是不让美军的飞机飞过去，包括哪些国家呢？法国、葡萄牙然后意大利西西里岛，美国也想用那个用在那边军机在那边降落以后，再飞到中东地区。大家打开地图看一下，从美国本土如果要飞到中东去的话。
所有战机运输路线是不是一定从地中海，从这个西班牙这边这个飞过去以后，然后经过意大利是最近的路线嘛？由于意大利、法国、葡萄牙不让它飞过去，这些美军的飞机只好怎么办？只好从上面飞过去。我们都知道，那从上面飞过去的话，你要多经过好几次的空中加油才可以到达中东地区去参与这个后勤补给运输啊。所以这次吕特讲这种话，其实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了。你讲这话，你想要去拍川普马屁哈？我觉得吕特你要拍的，亏你还是北约的秘书长，你去把这段战史你好好看一下，你这是戳到川普的最痛心的地方，是提醒你当初人家意大利不让你的飞机在西西里岛降落让你的后勤背了很大的负担。第二个，我们讲后勤来讲，还有一个就是补给，补给里面包括弹药、粮秣这个油料等等。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弹药嘛。其实我们打仗最重要就是要精算弹药，你知道。包括我们陆军小小一个连一个营在作战的时候，都会去详细计算，我这场攻击状况这样，可能是耗费要多少的步枪弹、子枪这个炮弹要消耗多少，我要先去做好存储，然后做好前运的各种规划准备，不要打仗打一半弹尽援绝，你没有弹药。你川普不会的话，你用 AI 算一下嘛，你就知道你要多少弹药。可见了川普这次作战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评估过他要耗损多少弹药，所以在打仗打一半，临时弹药不够啊，从韩国调这个爱国者，从韩国调萨德将这些弹药临时运到那边。那现在弹药打完了，据估计这个老美打这场仗所有的军费。花费差不多有400亿的美金，一艘航空母舰也不过120亿，400亿美金你可以造将近3到4艘的航空母舰，你想这是多大的庞大资源？难怪他跟他国内里面的这些政治人物吵翻了嘛，然后他还这个嘴巴上面还不肯认输，他一直在讲说我打赢了，还骂人家是 loser。那到底谁是 loser？ 我想说从战争的结果，我们应该看得很明显。是，来请教何谦。是这个吕特首相呢，他过去是这个荷兰的首相，他当了14年，非常强。就是说他的桥事能力啊，这确实是维持国家平稳运作。然后呢，在一个这么多党派内阁制的国家安安稳稳当了14年首相。那他被抓来当北约这个现在的北约的秘书长其实应对的就是川普再次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他可能是全欧洲一个是芬兰总统斯图布，一个就是他荷兰首相吕特，这2个人最能按耐川普，跟川普的私交也不错。所以呢，随着川普当选，吕特就来当了北约的秘书长。那这次因为他这次去白宫见川普，主要是为了下个月7月7号呢7月8号要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要召开北约的年度的峰会。那当然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中东的战局之下，那川普对这个北约的其他31个国家都不支持他对伊朗的战争，很不满意啊。就是说这个，因为北约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原则上它是一个互相安全、集体安全的保证的同盟。那一个国家入侵，其他所有国家要一起帮，但是他并没有约定说一个国家去攻打别人之后，其他国家要一起上。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欧洲国家，大家一方面这一场战争。在这个国际的法理上不是很合理，因为美国跟伊朗原本还在谈判嘛，从来没有谈判谈到一半，你忽然就打人家了，而且还把人家最高领袖给击杀了，这个就让其他的欧洲国家没有办法去支持。第二个，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原本因为俄乌战争，能源价格就已经波动，而且上涨很多了，因为大家都不能用俄罗斯的油嘛，结果你现在又把霍尔木兹海峡让它因为这场战火而封锁，那造成油价再度推高到100多以上，那也让原本就这个风雨飘摇的欧洲经济现在负担的更加沉重的负担，这也是欧洲国家不愿意去支持美国这场战争的原因。那川普就很不爽因为不断的一再要威胁，包括威胁要从欧洲撤军，要减少在德国的驻扎的5000名美军等等等等，然后抱怨欧洲国家对这个美国的忠诚不足，以及对他们的军费的这个投入不多，所以。吕特才很有意思，像个政论节目主持人，他也要拿个手板去跟川普说：“哎呀，从你当了总统之后你干了艾森豪总统干不了的事情你跟艾森豪总统一样伟大哦。”他说：“你在本任期2025年上任以来呢，我们整个欧洲增加了2500亿的军费，从你2017年来，我们增加了1兆的军费，这叫川普1兆。”他还给他下了一个标题这主持人兼制作人非常能够appease， 非常能够讨好川普。那川普好像没有，坦白说没有很开心啦。那所以未来这个欧洲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北约大家知道，北约这一次的这个地主国是土耳其，土耳其自己已经另起炉灶了，
除了我们看到这一次在中东战略，中东国家明显看到美国对这个区域的兴趣跟投入的承诺都在下降，所以土耳其自己拉起了另外一组战线，他跟沙烏地、他跟巴基斯坦、跟埃及，这其实也都是美国的安全伙伴，但是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防务同盟，同时他把影响力现在延伸到叙利亚，叙利亚再加上卡达，一个有钱，一个有地中海东岸的关键军事的这个地位，然后再加上土耳其自己的北约的身份，土叙卡。3家也连成一起，那所以非常有意思。那欧洲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可能空间相对小很多。好，我们看到今天台北时间的凌晨，昨天晚上在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的这个晚上哦，发生了2次规模7.2跟7.5的双子强震。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呢，包括它的首都卡拉卡斯多栋大楼应声倒塌哦。那因为这个强震来得非常的猛烈，40秒之内2次的强震，所以外界认为哦，有可能会酿成超过10万人死亡。那当然，现在呢，各个的搜救队正在紧急的做相关的搜救哦，死亡人数哦，有人预估是1万到10万哦。不过正确的数字，因为现在太多地方有灾情，太多地方有人受困，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伤者都可以被医治，所有的这个死亡还有这个伤亡都可以往下降。不过我必须讲，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前一阵子才把他的这个领导人给拘捕了那个时候是一个闪电的行动，川普因此非常非常的得意啊。那现在又有天灾发生了，你看到他现在呢，机场已经严重的被破坏了，所有地铁啊、火车系统啊全部暂停营运，整个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川普现在发话了，他说我们也可以提供协助啊，我们也有能力做到啊，我会指示所有相关的机构做好准备，展开救援的行动。只是这一场对伪国的一个闪电的斩首的行动川普自己大言不惭的说，我得到28倍。伪国是一个产油国家，可是它多灾多难。过去我们看到它的通膨非常的严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债、它的债务压垮了整个国家所有人我们现在看到它被披露出来的债务是2400亿美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债务重组。那另外我们看到它欠中国100亿到200亿美元。不过呢，过去是用石油来还用石油来代替这些债务。那现在呢，据说啦，伪国已经停止偿还这些债务了。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中南美洲，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它是紧紧的拉住它包括川普前一阵子不是不断的暗示他说对伊朗我做了一些事情，我对伪国我做了一些事情，另外还有一些国家我有可能会动手会有军事行动外界会认为说古巴可能有危险了。包括你看到前一阵子他在伪国的外海，像是加勒比海，不是有一个以扫毒为名的打击行动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影片的释出美军轰炸某一艘船，那美国人都说这是贩毒船这是加勒比海上面的毒贩，我们把它给歼灭。可是你没有证据，我们根本不知道你杀了谁，你摧毁了谁因为美国到现在都没有证明拿出这个可以让大家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攻击的目标就是毒贩或者是毒枭所以这也变成一个问号跟无头的公案。那另外我刚刚提到的古巴，美国也是制裁它非常久，那现在呢是制裁它的矿业那古巴的外长就说了，这是犯罪行为你这样子莫名其妙来搞我，这是犯罪行为不过美国已经宣布了对古巴企业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限制古巴政府的资金支柱并且这个矿业的领域它把它给封锁住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现在我刚刚提到了中国拉紧这个拉美的友邦包括驻美大使谢峰此刻他出席了 OAS 的年会，这是一个各国常驻美洲的一个会员国的一个年会。他讲到了过去现在未来，中国永远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李老师，是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我百思不解，我只能说这是霸权的另外一个定义。古巴对美国而言，
只是一个不听话、跟美国不同调的古巴，对美国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威胁。可是为什么对这样的国家实施了几十年的禁令，实施了几十年的封锁？封锁的结果不是卡斯楚的政权呢，封锁的结果是古巴人民的受苦受难呢。你有本事再把他推翻一半吧，你有没有本事推翻他？那没有本事就这样折磨，只是他犯了什么错？就是因为跟你不同调，不是因为威胁。假如如此就可以行使霸权的抵制，世界上还有什么公理可言？年纪越大，对美国越不喜欢了。大概这一些都是一个例子。那再过来看，一个总统打了一个国家，把人家领袖抓走，然后可以大言不惭的跟人家说：“你看我打这场战争赚了28倍。”我大概好像我也没有听过哪一个侵略者这样讲过的。不要说就哪一场战争有一个人说我赢了，我只花了40分钟，我打了赢了18。我真的匪夷所思。经历过2次的大地震，一次是我小的时候4年级，在台南东山，在白河叫做118大地震，118大地震。那个时候很惨，整个学校全部夷为平地。好，那另外就是911大地震，我们也感受过。我的经验里面，地震是这样子：第一波是最强，那第二来就慢慢的移震。这一个，假如我的资料没看错的话，它第一波7.0到第二波7.5啊，这是很可怕的。2个都很强，不是很强，不会递增一般是递减。对，一震递减，它是第二震，那不是一震了，那是一个在强化的，也是一个主震。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7.2以后大概快崩的那个，在7.5啊就倒了，非垮不可，受伤了，所以死亡多少不晓得。现在是看美国一个泰国，你说因为你打了这个国家，就赚了28倍了。现在这个国家就在你的旁边，你是当拉丁美洲的老大自居，你当拉丁美洲的 boss， 在这个的时候，那面对委内瑞拉，你应该做什么？他的讲法说也可以，不是讲也可以啊，这个时候承担委内瑞拉的苦难了，是我们美国的责任了，应该是，这才像是一个大哥嘛。对，你那个简直是像痞子，我操！是没错，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地震的国家，不过我们看到南美洲的委内瑞拉今天凌晨发生了强震，现在死伤并不明朗。来，将军，这次真的是天佑委内瑞拉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双主震，一个7.3，一7.2，一个7.5，7.5有多大呢？我们台湾921地震的时候是7.3哈，7.3跟7.5不是差0.2，而是差1倍，对，那个强度是差了1倍，它是等倍级数上去的。所以那台湾921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也查了嘛，大概就是光死亡人数就2400人哈。那我个人认为，在921地震的时候，台湾应该算是各种建筑物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准，那都还造成这么重的惨。那时候我有进入过灾区去救灾了哈，那很多的这种钢筋水泥的房子跟这个跌到最后跟这个三明治一样一层叠一层，那在里面根本就不可能出来。但救灾最重要，像地震这种救灾不是靠大型的机具，大型机具没办法救灾，一定要靠人力。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不小心一搬哈，它整个塌下去，你如果没有技师去看的话，你不小心把一块砖头搬走，它整栋房子又更倒下来。所以一定要经过技师去探看什么地方能够动，什么地方不能够动，然后你用怪手去挖，本来还活的人可能被你一挖瘫下去就死了，你知道。所以你这是指望美国去，我跟你讲，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话。你知道美国前年的时候，他们自己夏威夷那边发生火灾的时候，美军在旁边隔岸观火，他根本连救都不去救。我们大家都应该还记得那场夏威夷大火灾，然后美军根本就不去救。所以这时候委内瑞拉如果指望美国去救灾根本就是空望。所以我特别讲，这是真的是天佑委内瑞拉。来，我们进一下广告。
时间交给何谦。是委内瑞拉这个双主政呢，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晚上6月24号晚上的6点多啊，6点4分。那其正是晚高峰，大家吃饭啊、回家下班的时候。那我们从现在国际媒体报回来的画面可以看到，确实光是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很多的大楼是直接整楼坍塌。连他们的首都的国际机场的主楼也受到了危害。虽然现在在该国的总统报出来的目前的死伤数字目前是32死700多伤，但是其实远远可能不止，因为除了首都之外，它的震央大概在首都以西168公里处啊。那美国国家地质局它做的一个从震级震度的推测是有17%的可能会有10万人丧生，那有41%的可能就是比较高的几率是也有至少会有1万人的伤生。那这一次它发生的时间点呢，发生在马杜罗这个政权被美国强掳，然后政权被迫改组之后。当然啦，从幸运的幸运打个引号啊，从幸运的一点来看，就是说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作为实质上控制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一个地区的霸主，它有道德跟行政上的一些责任啊。毕竟你把人家的石油油源都掳去了嘛。现在按照美国跟委内瑞拉的最新的协议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虽然解禁了，但是你卖石油的收入不能直接给委内瑞拉政府，要先汇到一个美国财政部指定的账户，